解放军展示模块化远程火箭炮，可打击全岛，远超美军提供给乌克兰的海马斯系统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，欢迎收看云华观点。今天我们聊聊 PHL-191型模块化远程火箭炮稳赢美国的海马斯和 M270火箭炮。自8月4号起解放军正式在台岛附近6个海空域展开实弹演训行动，其中 PHL-191远程火箭炮实施了实弹射击演练，并且击中了预定目标。PHL-191首次参与近似实战行动，就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，稳坐头号火箭炮的宝座，稳赢美国的海马斯和 M270等火箭炮。PHL-191首次在2019年国庆阅兵上亮相。这款火箭炮采取的是模块化火箭炮舱设计，便于快速装填，还能兼容多种型号的火箭炮，例如300毫米的远程火箭炮和370毫米远程火箭炮等等。300毫米的火箭炮算是老面孔，主要装备在 P203式远程火箭炮上面，射程最保守估计达到100公里。这款火箭炮最近的演习上实现了2枚火箭炮相隔只有几秒钟命中了同一个目标。370毫米火箭炮就是为了隔海打击台岛而研发的一款超远程火箭炮，射程至少要200公里。它集合了90年代末开始研制的卫士1和卫士2等远程火箭炮相关技术。火箭炮直接从420毫米以上缩小到370毫米。以前一台发射车只能发射4枚卫士炮弹，现在变成了一台发射车能够发射8枚370毫米的火箭炮，火力密度提高了1倍。结合300毫米的火箭炮高精度制导技术，370毫米火箭炮可以对台岛上面任何小目标进行精确的打击。只要台军的装备试图进入作战对抗状态，370毫米火箭炮保证让他们一发歼灭。解放军陆军使用的 PLH-191远程火箭炮比以前依靠空军和火箭军进行远程打击的效率更高，费用更低。之前报道称300毫米火箭炮一发炮弹需要50万以上，但是这比空军的空对地导弹和短程的弹道导弹便宜好多倍，甚至10几倍。PLH-191火箭炮作战效率远高于其他远程打击武器。一辆 PHL-191发射车同时可以攻击8个台岛上面的目标，一辆短程弹道导弹发射车一次也只能攻击1个目标。空军的飞豹战机一次出动只能携带4枚空地导弹对付4个目标。大家知道，美国的海马斯远程火箭炮在俄乌冲突中大出风头，乌克兰政府甚至称可以把俄军打回家。然而，海马斯与 PHL-191远程火箭炮相比，它已经完全落后。海马斯火箭炮连 PHL-191的前辈 PL-03远程火箭炮都不如。海马斯主要发射227毫米的多型号火箭炮和陆军战术导弹，中美火箭炮相比较一下，美军差距非常明显。227毫米直径，它比中国的370毫米小几圈，弹头的威力就差好几倍。前段时间，海马斯对着俄罗斯重要运输桥梁发射了多枚火箭炮，其中6枚在桥上炸了6个洞。如果换成中国的 PHL-191，2到3发火箭炮就能把桥面炸断。至于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，射程和 PHL-191的370毫米火箭炮相当，但是一辆海马斯只能装1枚，而 PHL-191可以装8枚，作战效率完全不是一个层级的。中美两军对地面战场的理解和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。解放军在朝鲜战场见识过美军强大的火力以后，患上了火力不足的恐惧症，一直以来解放军陆军不停地加强自身火力输出能力，力图尽可能的使用自身火力
消灭所有的地面目标。所以研发了世界顶级的 PHL-191火箭炮，而美国陆军从二战到现在都非常依赖空中火力支援，只要美国陆军遇到硬骨头就呼叫空中支援，所以他们对自身火力输出的方面投入很少。这么多年以来，美国陆军装备几乎毫无进步，像海马斯和 M270已经在美国陆军用了几十年了。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，下次见。